今天發一下肘子教程啊。肘子先去毛焯水，然後这個香料啊，蔥薑八角、桂皮香葉、花椒、橄欖椒。社會人可以再加點白胡椒和小茴香。這碗裡的是料酒、醬油、紅燒汁兒，還有調味的糖鹽雞精13香。這鹽一定要給夠啊，要不肘子燉不進去味兒。不上氣兒的高壓鍋，水倒到這兒就行，要不廢料。煮湯功能1小時，到點給它翻面，再來1小時。然後你看這個時間啊，我又泡了3個小時。你要着急，就燉之前2側嘎很深的口，就很進滋味了。凡以現在的科技手段，想無痛當奶應該有點難，但可以買個肘子體驗一下奶的快樂。再說说汆鍋底啊，倒點油煸一下五花肉，料酒、醬油、蚝油少來點炒一炒，多倒熱水，還有提前泡好的小乾螃蟹、乾蝦仁，開蓋小火1個來小時，然後依次下入攥乾的酸菜、羊肉片和大蝦，然後放一袋這個麻醬，超市2塊5一袋，嘗着鹹淡，這菜也完事兒了。我跟你說，就這俩菜，你們同學來吃完最少給你磕仨，他要不磕你告訴我這俩兄弟不忙，這活他俩能接。问我家今天来人多，還整几个硬菜。这廣式牛腩煲前天教過了啊，買牛腩買這種肥瘦相間的啊，嘎嘎香。雞蛋拌飯料汁也打出來了啊，自己可以試一下子。完，我們趁年底還薅了一下拼多多羊毛，最近是生蠔百日團，20來塊錢整好1斤。哎呦我天，都這麼肥。我們今天可吃嗨了，先來10來個高壓鍋生蠔，完這一盤涼拌生蠔裡邊也得20多個，還有這一鍋蒜蓉生蠔，我看也得有個10幾20個。鏈接我放評論區了，你們也趕緊薅吧。反正說心裡話，我們也屬於是下手有點重，快他媽給羊薅禿了，屬於是。來吧，香香的蛋飯、磨湯、磨茄、老肘、牛竹、鍋底兒。涼蠔、蒜蠔、鴨蠔，咱們看看我們的好朋友劉某啊，打進屋就挑準一個好位置，他可饞這玩意兒了，吃的跟他媽自助似的。後來給他換了個座都攔不住他吃啊，完擠着他2句，穿衣服摔門走了。我說這麼些年哥們，你這是幹啥？也不是頭一次挨說，怎麼還撂臉了呢？完他隔了10來分鐘回來了，說生蠔有點吃膩住了，買點大米飯吃點主食。我真的，自從他來我家吃飯之後，我現在看我弟可他媽順眼了。今天在家跟我弟打冰箱，雙11買不少好吃的，得到的地方呀。再一個，到了黃金11月了，各家都開始殺豬了。我等天黑回村掏倆好肘子給我奶凍上。我發現我現在跟我媽越來越像了，哎，看啥都想買，買回來往冰箱裡一放，根本都不做。就這丫頭，我記賊清楚，我先給她放到冰箱門口的位置，我吃的時候方便拿。好家伙，這一道方便他媽180天。完了還翻出點脊骨，因為排骨整根買便宜，上面的京排都給我奶做了，這點骨頭讓我煲湯了。這塊牛排骨也是當時便宜時候囤的，6斤多，好像一共才180塊錢。我跟我弟說趕緊找救兵吧，只咱倆打死冰箱把他吃了，他媽吃完過年屁了。完翻出點牛雜，按前老丈人的做法做成廣式牛雜煲了。我發現現在這前丈的出鏡率他媽比我弟都高了。這說我弟我就來氣，我這烙餅呢，他在那躺的可美了。後來我決定吃羊肉泡馍了，我說來你掰一下子吧。來吧，吃香香的魚鰻、羊泡、火鳥、雜寶、烤牛、油麵、乾鴨、骨湯、清肉，反正沒啥正經玩意兒，都冰箱剩的。我估計都趕不上大學食堂的伙食。完這不雙11了嗎？我弟尋換個電話，我們好頓在慢慢買 APP 上查呀。我跟你說，這個 APP 有東西，能列出全平台的價格，一目了然，還能看180天、60天、30天的歷史價格。完了還有降價提醒的功能。我感覺他跟你對象一樣，就你買啥東西買貴了他就生氣。完吃着飯，我爺來電話說物業不給清雪，出不去門了。我說來吧朋友們，吃完飯消化消化一起。我跟你說，你別尋我帶菜刀上鬧着玩呢。到最後全樓的老頭老太太能有一個腳上樓的地方，都靠我的一手刀工。但是沒有2個多小時有點消化大勁兒了，我們12點多又找地方吃盒飯去了。最近這天越來越涼了，好不容易這2天趕個晴天，我們決定放個假，抓住夏天的小尾巴，我們要出去露營了。然後想到這應該是今年的最後一次露營了，就決定幹把大的，光打包就收拾了1天1夜，差點沒給加班。後來這些東西我們車裝不了了，我甚至還租了個貨車，開着箱貨去露營去，這是我幹過最越野的事了。然後為了讓這次露營能更有儀式感，我買了個蒙古包當帳篷，但是眼高手低了，我們6個人花了4個小時才勉強給他支棱起來，給他支棱起來之後，我們幾個誰也支棱不起來了。我現在覺着要不在裡邊住個3天3夜，那都有點對不起我們這個老妖。
這蒙古包搭完了，烤全羊也可以準備烤了。這羊我在家醃了20個小時，上架就滿园飄香。然後我來之前還研發了一個可以攪動的烤羊爐，但是來的路上可能太越野了，不知道啥时候給磕壞了。它現在蹬不了8秒就開始掉鏈子，我們後來到底還是手搖了3個小時。然後一心在這烤羊也沒注意，對面不知道什麼時候多出來一群羊。我們淺淺的對視了一下之後，互相都有點繃不住了。我有特別強烈的感覺，他現在腦子裡應該只會閃過一句話，就是老鄉見老鄉，兩眼淚汪汪。然後怕這一只羊不夠吃，我們還穿了根串，3米的签子掛了10斤肉，非常標準的東北大串。我們甚至還為穿這個串现組了一道流水線。完一见這串，我姐賊激動，苦苦的照相。你別說，我姐在唯品會買這身衣服也真挺好看。完了，她各種誇呀，說她家不僅天天打折，還能安排順豐拿着合適的尺碼上門換，老省事了。朋友們，你們趕緊上唯品會搜狗送或者點評論區買吧，可划算了，而且不用等預售，发貨賊快。後來這串生生烤了2個小時才烤熟，倆人吹火，倆人翻面，這大塊肉吃的是真過癮，但不能擼，我認為是他唯一的遺憾。然後經過了3個小時炭烤，烤全羊也出爐了。這回烤的真的很香，旁邊釣魚的都過來聞來了。而且它出爐的時候剛好趕上日落，這氛圍感也太好了。忙活了2天就為了這一刻呀！吃着烤羊，看着夕陽，再來一鍋冒着熱氣的火鍋面，我別說這2天了，我感覺我這輩子都值了。不過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，晚上摸黑收攤收了4個小時。收完垃圾之後，我們又連夜把這2噸東西抬回了我那沒有電梯的3樓。媽，到家都早上4點半了。我進屋之後非常恍惚。我寻思不說好放個假嗎？這怎麼比在家拉磨還累呢？我前2天看紀錄片，看着一個給老佛爺吃的菜。相傳老人家晚年牙口不太好，吃不了肉，完還干着急。他吃不着肉，御廚越着急呀，就琢磨把肉给他塞到6豆芽裡。於是就有了這一道银牙釀肉。但因為制作難度很大，所以選角也很嚴格。我們按照流傳的標準，用4個多小時，在將近1萬根豆芽裡才勉強選出572根。然後要想招把這些豆芽掏空了，再往裡塞肉。就這會兒我一度懷疑過，這真是一道宮廷菜嗎？這不純變態嗎？後來掏這500多根豆芽算徹底給我們掏哭了，就跟張飛繡花似的，有勁兒根本使不出來，而且沒有任何好辦法，就只能用縫衣服的針一點一點頂出來。最崩潰的是眼看就要頂穿了，結果在最後1/3的時候給頂漏了。問題這還是個大概率事件，我中間還試過針灸針，但是沒等給豆芽扎穿呢，先給手指頭扎穿了。這活幹得太暴躁了，這也就家裡是個露台，這要是個天台，明天早上吃晚飯都得少倆。我們幹了7個小時，那500多根只穿成功了264根，然後就要往裡塞肉了。但沒尋思幹那麼慢呢，那肉在冰箱放都快2天了。好在搬家之後新換了個美的微晶501冰箱，它有一個微晶1周鮮抽屜，肉放在裡邊冷藏保鮮1周，還和鮮肉一樣，拿出來不用解凍，直接就可以烹飪，就像給肉头等艙一樣的保鮮體驗。有了它以後再也不用吃凍肉了。然後我們人脈有限，實在是沒有當過公公的朋友，就準備了3種肉，寻总有一種能跟老佛爺對上。但是這一步比上一步還變態，往裡塞火腿，差點沒給我眼珠塞瞎了。肉泥可以用針線或者注射器，但是依然有被捅破的風險。到最後那1萬根豆芽就穿成功了76根，做了20個小時，痔瘡都快犯了，結果就整出3個1來，1天1宿就幹出1口，我吐了我。至於口味吧，我只能說它不愧是一道宮廷菜，我等凡人根本嘗不出其中的美味。簡單來說就是沒幾味，就感覺幹了20多個小時，完全幹了個寂寞。這一宿幹的可太窩囊了，全程連大氣兒都不敢喘，好像沒給我們憋死。看來文熬確實不太適合我們，以後還得是武熬。我有幾個哥們兒每年大年初2都上我家來打麻將，但今年嘛就想幹點熱鬧有年味兒的事兒。我們今天買了100斤豬肉，在家灌干腸。賣肉大姐，這頓問呢，你們不是我前男友派來的吧？切肉的所有家事都在這了，一共6個人，4道崗，組了一個臨時的車間流水線。我們剛開始切的時候還有說有笑呢，半小時之後就都不吱聲了，而且還不敢抬頭，因為這會兒胳膊已經酸了，一抬頭就能看着那一大盆肉没怎麼動，就看那一眼呢，體格差的都他媽容易過去。中午車間吃的茄子滷面條，還有幾根之前灌的干腸。吃完飯又有點精神，我們最後衝刺了一下，肉一共切了3個多小时，然後就開始抓料了。這個是最爽的，也沒什麼比例，我們就是使勁往裡倒。反正我哥這種老手子，到最後鹹淡都能聞出來。等灌干腸的時候，他们幾個互相看不上，就拆分成2個車間了。1車間是手動車間，我比較看好他們，因為這幾個人本分。2車間是半自動車間，這倆人就是典型的光說話不幹活。反正這注定是一場拉鋸戰，前期發育也不太重要。趁這功夫，咱先把福利
發了。這大過年呢，給大家送點小禮物，不玩虛的，準備了1000元子的現金紅包，人人都有機會搶到，鏈接放評論區了，趕緊衝吧，寶子們！然後再回來看看戰況啊，一車間有條不紊，越來越默契，而且還發明了彈匣戰術，他們組的勝負全在這位工友的肚子上，他那要是個鐵肚子，出門甚至都可以領一個鐵飯碗。最後一車間贏的也沒什麼懸念，然後他們仨就開始站那看，他說我們不要獎品，我們只要讽刺。最後我們量了一下，100斤肉加上那些料，一共灌出来120斤干肠，然後找地方給掛上的。晾乾之後能剩多少斤，现在還不知道呢。晚上車間吃了一頓散伙飯，有干腸蒸飯、咖喱賣肉大姐送的豬脆骨、紅燒賣肉大姐送的五花肉。那大姐竟然挺高興，早上7點半她到市場，9點半我們就給她買下班了。然後就看她揣着溜骨的小包，摇人回家打麻将去了。